科幻小说《云梦》也是吴岩老师写的序，他当时讲的是就是带领大家更好的去阅读科幻。那我想今天就以一个创作者的身份，从欣赏科幻的知识之门，到我们稍微带点手艺人的去怎么讲好一个科幻的故事。刚好这个从本土性到宇宙性，我觉得我的航天小说就是刚刚介绍的那部书，也是一个很好的实践。大概是4个主题，从起点、攀登、交响，再到最终的抵达，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演讲目录。首先第一个起点就是扎进本土的生命线，或者说是本土性的构建。这一部分呢，首先关于这个本土性是什么意思？因为我当时去航天，就是去那个文昌镇旅游的时候，发现他们那里有很多这种旅游手册，就大家平时可能去一个城市玩耍的时候，最快的了解这个城市的景点，就是那种什么各种景点手册呀啥的。但是我觉得它是一种气息，或者说是一种氛围。真正的本土性，它其实并不等于是什么旅游的这种明信片啊，或者说是一种观光，也不是贴标签。有一个很重要的词，也是我感受到的，就是你必须真正的在场。这个在场是什么意思？就是在动笔之前也做了一件很快乐的事，就是到了故事的这个文昌龙楼镇住了一段时间，而且当时呢，每天为了贴近生活，每天去老爸茶楼吃很多这个美食。好，当时我还构思了一个朋友圈文案，叫以小书之名，然后每天点很多很多老爸茶的各种什么奶茶呀，什么各种那种甜点啊，但那个朋友圈到现在也没发。所以我们写作的人就是有的时候想的点子很多，但是会在坚持，会在行动，甚至很多东西也就这么拖了下来。那当时住的那段时间呢，我不只是看它的航天的发射、火箭的发射，我觉得比这个更有魅力的其实是利用这个发射的间隙的那些声音。比如说在老爸茶楼的时候听阿公阿婆每天就是你真的能听到，因为确实他们嗓门很大，就是你坐在那里听，就真的能够听到每家的那个八卦呀，讨论的这个菜价呀，讨论他们子女的动向啊，就非常非常的有那种接地气的感觉。然后包括在大排档看这个年轻的城市建设者，包括一些外来务工者跑完活之后，就是喝一碗清补凉，疲惫而又兴奋的去复盘当天的工作细节。然后我也当时也开车走进了真的有星光村这么一个村落，就当时我起名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当地有，然后后来去了发现它真的在发射场旁边就有一个星光村。然后我也跟里面的村民有聊天，了解他们有些人是经历了祖上就是为了建设发射场而迁居的这么一个故事，就这些都是很生动的写作素材。就是我们真的要通过田野调查，用本子用手机去把它记录下来，才真正的就是能够有写作的底气。也是在创作这本小说的这个过程中，我当时觉得哇，我真的就特别像是一个人民的作家，就是感觉以前没有这么把自己这个伟大的这种想法，但是真正的去做调查的那一刻会有这样的，你会觉得你自己特别的整个人都是散发这种泥土的芬芳。然后我当时为什么这么做，其实就是想戳破一个气球。因为当时是接受到这个航天的这么一个命题，其实对于我而言非常难，尤其是怎么把它写出可看性。那我就在想，我们常常会被一些不自觉的宏大的叙事所去悬浮起来。就可能说起航天，我们想到的就是星辰大海呀、民族骄傲呀、文化自信啊，这些当然对。但是我们怎么能够去把它当做一个故事去传播开来，然后让别人首先就是被吸引进来？因为我觉得，就是我首先想知道，就是对于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对于这个就是文昌，对于这个星光洒落的地方，他那里的人们，他们对于航天这件事情是怎么看待的？然后是说这种电视里遥远的新闻，还是说是家门口偶尔的轰鸣，还是对生活有一些切实的改变？比如说带来了就是可能带来了很多旅游的人群、酒店，包括哪怕是门口一个水果摊的物价的上涨，就这些很多很多点滴的小细节，我们是能看到一个国家大事，它在这种就是微观的层面上是如何影响我们人民的百姓的生活的。我觉得这
然后所以我也构建了这么一个就是对于生活在发射场边上的一个很普通的女孩。对于她来说，航天最初就只是哥哥身上那股和父母一定要对着干，就是你让我报一个这个比较高薪的专业，我偏不，我偏要报一个又艰辛又有生命危险的专业的这么一股直溜劲儿。也有可能是她每次父母或者家人为了哥哥去庆祝的时候，她身上就是这个女生，她身上会有点小小的疏离，她会觉得这个事儿离我很近，但是又很远。每天可能在那个老外茶刷着碗，听着新闻里啊，我又有哪个飞船，哪个火箭发射成功上天了，她就是这么一种转瞬即逝的光痕。但是她自己的梦想其实是去研究美食，然后包括守在父母的身边，守在家庭的身边，就这种小确幸是她的生命重力的一种开始，是一种最原始的生命力。我觉得这种生命力其实是最迷人的，然后我希望能够从生命力出发，再去够得着这种很宏伟的宏大的梦想。所以我最开始就是想采取，因为这个书用的也是第一人称，想用一样的这么一种视角，然后从他最初的梦想不是上天，而是守家，找到一种最真实最普通的视角，然后让读者能够跟着他一步一步的从椰林再走向星辰。所以在小说的开篇，我用了一种比较笨的方法，就是我是一种比较娓娓道来、节奏很慢的方式，就是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他的生活，包括文昌的人间烟火气，他在茶楼兼职的时候那些生活，和哥哥之间的这种互怼呀、嬉笑怒骂呀，对于美食单纯的热爱。我想让读者呢，就是先爱上这个女孩和她充满暖色调的平凡世界，因为只有在读者跟这个女生产生了情感的链接和共鸣之后，可能我们这个时候尤其是当后面那些未来的风暴，比如说父亲的失踪，比如说来自未来的水滴信号，还有他不得不做出的这种艰难的抉择，甚至于他成为了一个他做梦都没有想到的女航天员，就这些故事波折风暴成长席卷而来的时候，这个他的转变才是具有一种催人心魄的力量。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跟他发生了一种共鸣，我们可能带入他，也有可能把他当做自己的一个闺蜜一个朋友。所以说我觉得如果一定让我下一个就对这一节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我觉得本土性呢可能是本质上是情感的坐标。首先是一种情感的诚实，就是他要求我们写笔下的这些具体的风具体的就是我当时刚到海南，我当时就是在那个备忘录里写了很多朋友圈文案，比如诗意反回法，什么风吹啊吹啊，我们骄傲放纵，包括我说哎呀这个吹的就是头疼。但是我们真的唯有感受了、经历了之后，你笔下的那些风就真的它是有风的灵性的、风的温度的。所以说，我觉得首先是我的情感上，我爱上了海南的风、海南的海。所以说我在写它的时候，我笔下一些具体的味道、具体的人情纽带，包括那些什么祖上的迁居的故事，我才能写得不空不假。就是才能够写出它就是那个土地特有的湿度和温度。包括当时我还专门的通过跟他们聊天，我就去记他们嘴里的那些方言词汇，比如说他们说我很生气，可能说我很气恼，就是很多这样子，你能发现，包括礼拜六或者星期六，他们会说拜六，就是把那个礼省去。这些可能你去网上搜，当然现在有 DeepSeek， 我觉得可能我不知道 DeepSeek 严谨度怎么样，可能还是有一些帮助的。但是永远都不如亲自去当场，你的那种自信吧，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你就很自信，就是你亲口听他们每天说的是什么样的话，耳濡目染所写出来的。我觉得用这份家乡味或者说泥土的乡土的味道去对抗那种航天带给我们的陌生感，带给我们的压力，是一种可能比任何豪言壮语都能够体现中国航天人这种真实的精神世界。包括航天人他们聊的话题，其实也有很多家长里短，这些都是可以捕捉的这种人性的光辉。然后就说到这种航天人的世界那我们就可以来到第二个章节，第二幕攀登。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主要讲怎么搭建可信的理性梯，也就是宇宙性的确立是怎么来的。这个环节可能是比较难的，而且呢，也可能是科幻题材的一个更难的
的一个点。就是先调查一下，就是在座，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是出于对文学的喜欢，还是说就是科幻迷，或者说就比较喜欢科幻的平时的这个读者呀，包括想创作科幻小说的。好像我看到就是有那么几位男同学就是跃跃欲试，然后这手支起来又摸头发。好吧，我大概懂了，就是大家都会有一种可能还是会有点小敬畏，就敬畏心特别好，会觉得这个题材是不是有点难度，有点疏离。那今天我也是想跟大家探讨一下，除了大刘老师那种很高，就是这种硬核的高难度的科幻、高门槛的科幻之外，我们或许还可以写一种怎么样的科幻的叙事。我觉得就是刚刚我们在聊了第一章之后啊，大家可能觉得确实挺有人情味的，特别有这种感觉，就是写日记，对，但是如果故事只停留在这种动人的地域风情和家庭伦理的层面呢，而且还是写的成功的前提下，它可能是一本不错的乡土文学或者现实主义小说。但是这个现实主义小说啊，我先说一下，这个我觉得它特别难。现实在文学里面，我感觉它是一个最牛的一个评价，就是不是我写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现实。我觉得现实主义，尤其我最近又在看很多文学史方面的这个书籍，我觉得现实可能是我中期我自己的创作生涯一生都想去抵达的一个东西，一个存在。但是当我们现在的议题是科幻的题材的时候，或许我们拥有的这些真实的内核，它还无法接近科幻。所以说，从椰林到星辰的跨越，它需要一座很坚实的阶梯，那就是逃开了基于科学逻辑、技术推演和哲学思考的宇宙性。这其实是在创作中最难也最容易被质疑的部分。就正如我自己在创作后记中所写的一个小故事。就是这本书呢，其实我不能说它会弃坑，因为我的人生信条里没有弃坑没有放弃这个字眼，我就用一个好听的词啊，叫搁置。我当时差点就是搁置了，因为我觉得好难。我自己其实是就是在高中的时候文理还是都不错，但是航天确实太专业了。我在这里面去学的时候，我当时真的感觉快哭了，但是我被一通电话给刺激到了。就是当时有一个做动漫改编的业内的朋友，他呢其实就是跟我在聊最近有什么创作的新的题材。我说我在写航天小说，他当时就说航天谁看啊？航天没有人看。他呢或许无意过了冷水啊，但是他可能只是好心提醒我。但是正是因为他那种随口一提就脱口而出的这种无意识的反应啊，让我觉得这个航天人的社会处境真的就是远远的和他的就是他的文学或者社会的处境和他的现实处境是完全不匹配、不对等的这么一种很巨大的差距所在。当时让我非常的愤怒，以及让我更坚定了我说我一定要写这部小说。我也不知道谁会看，但是我觉得我要去记录下来。所以我就因为这个话，就也感谢他，然后我就坚持的写了下来。所以这句话虽然很刺耳，但是它确实道出了一个现实，就是航天工作者他们潜心钻研，也鲜少去露面，鲜少去就是大量的各种报道，去报道他们，尤其是他们每个人的生活，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它跟我们的公众之间的认知是颇为有距离的，是认知疏离的。我们很难以去了解他到底做了哪些贡献，包括具体的这种艰辛，我们可能都是很笼统的知道，挺危险的，也挺不容易的。所以同时也因为这个原因，可能航天科幻是所有的科幻类型当中最门槛可能最高，因为它的可信度门槛是最高的一种。可能读者可以轻易的相信魔法，可以相信甚至是穿越时间穿梭，包括这个外星文明，这些我觉得大家都不陌生了，大家都觉得是可能发生的，或者说觉得很遥远，但是它发生了，我就觉得是有道理的。但是航天呢，因为它跟我们太近了，可能疏离美就是任何一个不合理的轨道
参数，一个缺乏依据的推进系统。因为航天科技和我们现实世界的这种科技树紧密相连，所以我们都可能对它提出质疑。我们要求它绝对的可信，至少看起来像是真的。怎么做呢？就是我当时让自己变成了一个临时的工科生。首先是我在晚上住的时候，就是排了各种行程，去各个的博物馆，预约当地的博物馆。而且确实，我觉得航天的科普意识非常强。就是我去每一个科幻科普的馆，当时联系他们，我跟他们讲明白，我说我是一个科幻创作者，我要写一本这样的书。他们就是会有专门的这个解说员，然后非常非常动情的一个一个故事跟我去展开，就是一讲可以在里面讲5-6个小时。我觉得他自己也是非常热爱航天事业的，就这里非常非常的感谢。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说想去创作某一个题材、某一个领域的作品的时候，不妨去借助当地的这个力量，去各地的博物馆，然后包括当时在那里我买到了几本对我而言很重要的书，就是他们的报告文学，包括有一些文昌当地的什么歌谣、民谣，包括一些比较简单的史记，甚至是那个就是旅游指南，就这里面很多很多宝贵的物料我是可以去借鉴的。尤其是他那个报告文学，详细的记录了当时我国就是应该是文昌发射场第一次成功的发射飞船是神武上天，就是他很清楚的记录了我们平时可能很难以接触到的，就是发射的全流程。他是以一个这个记录官的身份，所以他让我很清晰的了解了，包括我当时还加了就是很多航天工作人员的微信，然后在写作的时候有任何不懂的细节，就是大胆的去问他们。觉得这个是能够帮助我快速的在严谨方面达到一个基本合格的一个层面。然后，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在纪实文学的包括科普的这些材料的基础上，我们还要更进一步，因为它是个科幻题材，它不是纪实的报告。这个时候确实是要发挥一些脑洞。我觉得就是要大胆的想象，因为我自己其实在写的时候，我都会很怀疑，我说这个可能在普朗克都管不了的这么一个理论下，我的这个光帆飞船就上天了，然后呢，这个国产的可控自主的冬眠系统就运用了。其实我也很困惑，我不知道它可不可行。但是后来跟很多前辈交流的时候，他们说这是很 OK 的，没问题的，说这个理论是都是很说得通的，而且想象呢也是还是挺有这个前瞻性的。所以我就说，真的鼓励大家勇敢的去想，没有什么就是可能先是我们的想象力把自己先制服在了第一步。然后我的这个书其实是一个近未来的设定，它的故事背景发生在2027年，非常的危险。因为当时我就说如果我当时书里写的东西太离谱，到2027年的时候无事发生，或者说完全就是相距甚远，那确实也有点尴尬。但是我觉得目前来看应该还好。然后另一方面呢，我觉得这也构成了这本书的一个独特的魅力。一方面是我很胆大，就是有挺多朋友来看这本书，他们是说我要看看你有多感谢，就是2027年我要看看你会不会被打脸，就是莫名其妙的成了一个宣传的样子。然后第二个方面呢，我希望它是一个我们踮起脚尖可以触摸到的未来，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包括读者可能看到里面的民间航天组织牧歌，他去发起这个什么行动啊，发射什么飞船，我们也许会自然的想到现在的什么 SpaceX 就是等等什么蓝色起源这些公司给世界带来的冲击，可能产生这种强烈的代际共鸣和现实投射。所以在这章呢，我觉得要做一个小结的话，宇宙性，它跟科幻紧密相关的，就是一种很严谨的浪漫。它要求幻想是有根的，梦想是有据的，而且呢，必须建立在逻辑的基石上。像书中这个主角们乘坐 Universe 飞向深空，它不仅仅是一次冒险，一次就是仅仅是少年的成长的这么一个探索，它承载着一个很宏大的主题，就是基于地球村，它其实是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次实践，一次尝试。当飞船越过某个临界点，当这个地球在视野中慢慢的变小的时候，其实它甚至逐渐化为一颗悬浮在黑色幕布上的一个蓝色弹珠。因为当时确实我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也是每天看到各种国际新闻、时事新闻，也是很有感触。就是在那一刻，所有的国别啊、纷争啊、文化差异啊，可能都在这个尺度下慢慢的隐退了，或者说文明的整体线就这么悄然的浮现出来。这个是科幻的一个非常伟大，也非常让我着迷的一个点，就是它的尺度。所以这一刻呢，故事的主题它可能从中国航天的光荣与梦想，就自然而然的升维到了人类文明的孤独与守望。那这个视角的获得，就是宇宙性赋予我的一个最宝贵的礼物，一种超越性的悲悯和关怀。悲悯这个词也是我今天特别想要送给大家，和大家分享的。它也是我在回答很多老师的提问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或者说当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抽象的时候，我就会用一个也很抽象，但是又很让人觉得很有道理，很那种感同身受的一个词，就是悲悯来回答。就是有人问我说，这个你觉得 DeepSeek 会不会取代写作，或者你觉得 DeepSeek 写不了的题材是什么？你觉得 AI 为什么无法成人？就总会有这种问题。在今天就问到我就会说，那我觉得一方面可能 AI 没有就是它很难拥有人的悲悯，所以我们创作者在小说中如果能够写出人的悲悯，我觉得可能是一个目前还比较震撼人心，也许 AI 尚无法企及的一个高度。第二个方面就是审美力，我觉得审美力也很重要，因为现在其实 AI 能给到我们很多的选择，很多的素材，它帮我们省去了收集素材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如何去利用它，如何去大海中选取素材，把它组成一个很好的、很棒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可能是我们的审美力。因为 AI 的审美，我觉得它还算是比较理性的，比较相对冰冷的。所以在今天，我可能会觉得审美力是跟逻辑力同样重要的一个，尤其是在艺术创作者、文艺创作者的方面的一个维度吧。所以这里就延伸讲一下这个我对于悲悯的理解。然后第三幕交响，应该是对前两幕的一个汇总，然后也是比较难的一个部分，就是怎么让第一章说的大地之诗和第二章说的星空之名星空之问产生共鸣，怎么能够不突兀的让这两者之间发生联系？也就是说，怎么能够让海南的这个茶滩、一个老爸茶楼、一个大排档和人类的命运产生关联呢？其实我在构思的时候，包括今天我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很简单的一个天然的一个维度，就是人。这个人呢，他是沟通两个维度之间的使者。然后这里呢，我是想用了三个小标题来概括这种人的作用啊。首先就是以私情通达公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从为小家到为大家，这是一种情感的升维路径。它也不只是在科幻，可以说是在所有的小说，甚至我们平时写一篇作文，都很就是适用的一种普适性的一种方法论。你想迪昂他踏入宇宙征程，其实最原始、最强烈的动机是为了全人类献身吗？其实我觉得应该不太像是。他一开始就是为了寻找失踪的父亲，很简单的一个理由。但是这份理由难道不强烈、没有说服力吗？我觉得它非常非常的让人觉得很动人，而且很合理。所以这份源自血缘的、充满了焦虑、充满了爱的这种私人的情感，是所有人都能够瞬间理解的这种本土性的内核。也正是这份看似渺小的牵挂，可能它像一根坚韧的丝线，牵引着他最后走出了他一直向往的安逸的生活。因为他想守护的人可能在了，他想守护的家现在是需要他挺身而出的，所以他也就是这么一种就是被动的，相对来说被动的，可能从被动再变为主动的将个人的命运去融进了国家，融进了乃至人类探索未知的这么一段旅程之中。所以故事的格局呢，也随着他这个转变打开了。所以他的成长弧光其实是很清晰的，勾勒出一种从爱具体的人到爱抽象的人类这么一个情感半径的扩大。而且我觉得这个点其实在我们现在，我觉得是我们相对这一代人，我经常听到的两种声音都有。而且我觉得在我们这两种声音在我们身上还不打架，有的时候我们会
强烈的这种爱国情怀，包括对于整个世界、对于整个人类的责任感是非常非常浓厚的。我觉得是我们身上有流淌着祖先的血液，而且是积淀的非常，可以说是我辈父登临的。同时呢，我们也不是特别，就是被动的、特别的没有自我的，就是这么去很尴尬的去宣传。就我经常看到有些什么诗会说什么我不爱世界什么的，我只爱你之类的，或者是我只爱某个人。我们身上还是有很多这种具体的、微小的对于宇宙个人的，是生命中的个人体验的这种珍惜、珍重。我觉得这两种声音都很打动人。同时就是怎么能够让它同时的体现出来，也是一件非常合情合理的，而且应该能说这两种声音都能够找到很确切的共鸣。所以说这个就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我是想以他力量来塑造星辰趋势。这个他力量是女字旁的他，因为我自己是女性的视觉创作者，所以我是希望说能够可能做出一点点微小的这么一点小破局吧。因为在可能自古以来吧，也不只是科幻，在传统的宏大叙事中，包括以前的才子佳人小说，有一个词就是英雄救美。可能女性呢，她往往会处于，或者说她在很多情节中会处于一种被保护和被讲述的位置上。那在这部小说中，我希望说女主角一样的成长呢，她不是被英雄拯救，而是自己成为自己的英雄。她可以自我的唤醒和主动的选择。甚至说她身边的男性是为了保护她不理解，但是他要证明他自己，或者他也不是为了他证明他自己，他只是因为他喜欢，他想这么做。我觉得这种力量呢，可能是在我们这一代女性身上越来越爆发出来的。也就是她从一个普通的女生到航天英雄的蜕变，应该说是依靠自身的坚韧和智慧，在关键时刻一次次的去导致她做出这样的选择。同时我也塑造了一位就是中年女性，是男主的妈妈。她是火箭燃料推进剂的首席专家，她也是一个很专业、冷静、强大的女性，在这个小说里也是给李阳很大的支持和鼓励，也是在相对男性可能主导的一个高尖端的领域撑起了一片天。所以航天叙事呢，我觉得它刚好是一个很好能够融入女性力量的一个题材，因为它本身是宏大的，所以女性视角的融入，它确实也带来了一定的这种韧性、一定的柔软和温度。通过它们，我也想展现一种不一样的航天途径，就是奔赴星辰的旅程。奔赴星辰的旅程，它不仅是力量的远征，更是智慧、包容和协作的这么一场远征。那宇宙探索的浪漫呢，应该也不属于孤胆英雄，它是属于每一个怀抱梦想、脚踏实地的个体。所以这种充满韧性的他力量，我觉得也是一种连接人性的温度和宇宙的这种冷峻之间的一种很美的一个桥梁。然后讲到第三点，这个其实可能在座的各位是比较能够 get 到这个点的，就是绿色科幻，是我自己起的名字，我也不知道。可能以后如果在座各位比如说以后要写小说，大家有沿用这个词，它就能成为一个概念。这个绿色科幻呢，它所相对应的或者说相反义的一个词就是赛博朋克。如果在座有对科幻小了解的朋友，大家应该听说过赛朋这个词，还是很多人点头的。赛朋呢，它通常就是跟末世、废土联系在一起，也是蛮浪漫的。但是我想在这本书里呢，写一个不同色调的一个科幻的未来的途径，就是绿色科幻。这个呢，其实也得益于我成长的家乡，就是深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人才公园，就是深圳湾那边红树林啊，那个长廊啊。因为我在那边长大，然后我平时经常去那边散步，然后包括高考的时候，在那个人才公园有一个球前河，在那里学习。然后我当时就有一次外地的朋友来，我带他去那边散步的时候，我当时就说：“哎呀，我觉得真的很神奇，就这半边是那个山啊，人才公园的那个各种很神奇的大自然，你还能听到鸟鸣。然后这半边就是有腾讯、中兴、奈瑞等等，都是撑起南山区大半 GDP 的
就是这么全是很硬核的企业。我说这不就是总书记说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么一个很好的科技与自然齐飞的一种很好的体现。所以有可能是因为我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然后我去了海南，我发现他们的自然就是环保意识也非常强，做得非常好。所以我希望说，尤其是在2027年这么近的未来，我不希望那时候科技是影响了我们的自然的发展，尤其是对于我们人类而言，科技发展其实最终为的还是我们的生活质量，还是为了我们的幸福。所以在这个方面也是做了一个比较新的、比较大胆的尝试，就是我希望航天发射场它没有破坏这里的生态、这里的土地的这个安宁，包括这片人，就是这片这个土地上的人，都是因为航天发射场而获得了更加幸福的生活。甚至于这么一个星光村，它是回到了就是我们学过的那个《桃花源记》里面那种路时宜的，大家民风很淳朴，而且非常的让人觉得哇流连忘返的这么一个先进的存在。然后再进一步去想太空经济是怎么带动当地的产业链发展的，就构建了这么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图景。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创作者，或者说从深圳这座公园城市走出来的创作者，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对于发展和家园的关系的思考，就是我们对星辰的这种征服不应该是以对资源的掠夺为代价的。然后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也是大家可以去参考的，因为它非常具有东方的思想，非常非常具有东方性。因为我自己也是比较想探索东方的科幻，我觉得绿色主义肯定也是我们本土特色的一个未来想象之一，也是我希望能够贡献给世界科幻范式的这么一种中国风范的，就是绿色科幻。然后我们就讲一讲抵达。抵达说的其实就是在这种交响共鸣产生之后所迸发出来的这么一种力量是怎么样的，这么一种魅力。OK， 那就是首先我们回到一个最初的问题，就是创作初衷，我们为什么需要写这样的故事？为什么在这样的时代还需要写这样的故事？在这样一个泛娱乐、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为什么要写一部关于航天奉献宏大梦想的这么一个小说？意义何在？其实我在写作特别疲惫的时候，就当时就是去那个茶水那个吧台，就硬给自己灌那个茶喝，还有一杯又一杯。因为我看真的是写着写着，真的能写哭出来，还不是那个夸张的手法。就是真的会觉得哇，这怎么写啊？这写不下去了，但是又有这种信用在支撑着我要完成它。然后我当时转念一想，自己在当时参观发射场的时候，我说航天人那么辛苦，在苦读航天人，他们在荒漠就是酒泉，在海岛去弄混的，一辈子去算题去攻关，但是他们可以说是往远了看是没有世人不太会知道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往近了看呢，甚至大部分人家人也是不理解的。他们确实也没有办法履行一个好的儿子或者说好的丈夫、好的父亲的义务。大多数人他们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国家，奉献给了航天。我说这样的一份情怀，或者他也不是情怀，他是很实际的付出和牺牲。就这种力量让我觉得自惭形秽，然后我又坚持着去写了下来。包括我书中有一个角色叫张莲，然后呢，他就说，多少人儿时都梦想过当航天员，就那个喜之郎的那个果冻的那个广告啊，现在好像也不怎么放了。就是我们弯腰低头办公越做越小了。我也希望说能够通过这么一种声音来呼唤我们，可能也是回应我们整整一代甚至2代甚至3代人一种集体的叹息，或者说我们一种失落感，我们对于自己梦想的一种追寻和坚守。包括我里面很喜欢的一条支线，就是女主的哥哥黎漾，他身上应该有很多是我自己的影子。就是当他在努力的想要去成为一个联谊航天员，但是他一路追梦，在最接近梦想的时候，他父亲失踪了，他又不得不去承担起家庭的经济支柱的重担，然后交出辞呈，去放弃这个梦想。
再到最后回归自己的梦想，而且亲手呢按下那个发射键，送他妹妹上天，不是按下发射键，是说出那个点火的那个口号啊，就是这一步步从梦想的远离又到回归这么的一个历程。我当时写的时候，我感觉我自己确实是已经放开了、洒脱了，那是我写的最爽的一个篇章，因为当时我特别的把我的各种对于我自己的梦想的这种迷惑、成长的控诉啊，都写了进去。所以我那段我觉得看的是我真的是我写的时候就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我觉得我们就是创作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其实就是可以很大胆的把自己对于人生的对于命运的一些想法，你跟命运之间的友情，就是都能够写在书里面体现出来，可以影射的，就是成为这个化身为这个主角的思想，它应该会是很有感染力的。就是它那一部分比我构思的，我觉得都要感人，因为那一部分是我在当时刚刚放开，就是刚刚口罩期间刚刚结束，然后当时我身心都很脆弱的时候，然后产生了大量的，就是真的是很多很沉重的我自己以前平时是没有过的一些思想，都来自于那个时候。所以也是希望提一个小小的我觉得一个方法论，就是大家在最沉痛或者遭遇了什么生活重担的打击的时候，就是一定要赶紧写点日记。就这个日记你就以后过后会看，你会觉得这当时是被一个哲人附体了，你会说这个绝对不是我能写出来的，这个水平不是我，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就是低谷的时候赋予我们的一个绝境刻画。就大家记得啊，一定要到时候一定要写日记啊。这个那个时候的你的思想会很深刻。所以我觉得从海南的椰林出发，在我们抵达的可能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星辰，它可能更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开阔和高远，就是那是一种将个人的命运融入伟大事业后获得的一种归属感和价值感。所以这个故事呢，它其实也是能够证明，就是最磅礴的家国情怀，它恰恰是孕育于一方水土、一碗烟火和一群亲人最深沉的爱意之中，或者说最深远的人类趣事，它其实也必然始于每一个对于具体的生命的这么一种尊重、关怀和共情。所以我也希望说，我这个书，如果说今天还是会有朋友对于主旋律的一些叙事存在说会不会写的不够踏实，或者写的不够有可看性，或许可以试着阅读这本书。我觉得我自己还是很满意的，它是我目前很满意的一次习作。就是希望能够回答这么一个问题。当主旋律的这份情感被充分调动之后，还是可以写的，至少是很打动我自己，以及我相信它能打动我，应该还是可以打动很多我们这一代人的就是朋友。OK， 那这个呢，就是对于今天就是以上的具体例子的一个小小的总结。就是科幻小说呢，或许就是这样一座星座的桥梁，它的一端必须像榕树的根须一样，深深地扎根在本土的大地之中，感知它的喜悦和阵痛，呼吸它的烟火和尘埃。但是另一端呢，它必须勇敢而稳健地伸向冰冷而壮丽的宇宙深空，去追问我们在无尽时空中的坐标与意义。就刚刚语中信的时候，我有提到包括很扎实的知识，包括其中的逻辑，还有第三点，其实恰恰是我最想要希望说大家可以关注，而且这个不限于理工科的学生，就是哲思。如果说它只是一小段对于科幻的某一个概念所改写的人生，它依然可以是科幻题材。就是我们如果说能从中感受到一定的哲学思考，包括对于时代性的追问，对于历史的追问，我觉得它都可以是科幻的。就这个是我觉得希望能够和大家交流到的一个东西，就它不仅仅一定要是特别硬的科技才可以。所以说，作为这个桥梁的建设者，我们或许力量微薄，但是也希望说，包括我自己是愿意永远做那个站在海边，裤腿沾满了泥土和星光的这么一个追梦人。所以写下这些故事呢，也不仅是为了致敬过去的筚路蓝缕，其实更多是为了邀请未来的你们，就是在座的各位。对，而且包括今天线上也有很多朋友在听，包括线上直播的朋友们，邀请每一位正在聆听的年轻的目光明亮的你们，
一起仰望，一起追问，一起走向那个星光终将散落的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地方。然后最后呢，还有一点想分享的，也是我后来就自己又加了一点小思考。还是说到吴岩老师，他应该是第一个从我的书里提炼出青春科幻这个概念的人。他认为这或许代表了中国科幻一种新的方向，就是在《三体》和快乐星球之间，它没有那么晦涩，也没有那么的童真，中间的这么一个过渡的阶段。就是云梦可能是青春叙事和科幻文学深度融合的一个开拓者。那我当时其实在自己写的时候没有这么明确的意识，我当时只是想着能够让科幻争取更多的类型叙事的可能性。然后写完之后呢，就才去回顾了一下，自己写的是什么一回事儿，其中有哪些可能性，包括我觉得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去创作的时候都是一种无意识的记录，甚至于说就是我们没有就自主的去学习，或者说我要写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但是我们写出来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它里面其实是自主体系的。我觉得这个跟我平时可能也是学习很多前辈的讲座呀、书籍有关。我学的时候都是无意识的，但是默听总是有用的，它可能就扎根在了我的体内，成为了我的能量。然后写出来之后，发现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价值含量的。那青春叙事到底是什么东西？今天我也是想做一个小小的我自己的一个看法。简单说，它不是关于青春的故事，而是一种青春的语法。它关注的呢也不是事件的本身，而是青春期的一种独特的感知方式。视角上呢，它是用主人公，而且通常都是青年人或者说青少年的眼睛来看世界，所以它充满了对于自身的自我的困惑，包括对于成人规则的一种试探，对于有益于爱情的一种纯真的渴望。那么主题上呢，它核心呢永远或者说不是永远，它往往都离不开成长，就是关于梦想和现实的第一次碰撞的这种痛感，或者关于想成为谁和该成为谁、被希望成为谁之间的这么一种挣扎和拉扯。在情感上呢，它追求的是一种强烈的共鸣感和代入感，就是让读者觉得，这就是我，或者说，对，不是说大人就不能读，就是大人呢读了之后说，这是我曾经经历的。那这个我觉得就是青春科幻，它的受众是我觉得是涵盖老中青的，对，它应该是所有人都能够在里面找到自己曾经青春过或者正在青春的一份感悟。所以说青春叙事它写的往往都不是伟大的英雄，而是正在学习成为英雄的普通的人。青春叙事加上科幻题材会产生怎么样的化学反应？我觉得它并非是简单的叠加，应该说是一种综合的反应。首先它为青春扩容，就是科幻我们都一致认可，它不仅仅是想象力的一次远征，它更是心灵的回响。青春期本身呢，就是一个内心戏比较丰富的一个阶段，它本身其实就相当于一场宇宙大爆炸，在我们的脑海里，情绪剧烈，而且我们这时候可能世界是混沌的，每天有100种想法，而且对于未来也是未知的，就很像我们科幻，我们今天对于未来甚至对于地球的发展也是未知的，就它本身之间是有一个很强的连接在里面的，所以科幻呢正好提供了这么一种最极致的舞台。它这种身份，就我们自己的身份的认同危机，可以影射为，比如说克隆人对于自己的身份的一种道德的一种困惑，这么一种模糊。然后我们对于这种远方的渴望呢，就是我们在小说里面可以直接坐上飞船，直接去下一个星际去探索。就像星光里面这种离样对于小家的眷恋和对于星空最后的这种征服，其实也正是每个年轻人在舒适圈以及远大梦想，在躺平和说就今天说我喜欢躺平，明天说我绝不摆烂，今天说我不卷了，明天说不行我要努力，就这种人之间的反复的一种拉扯，其实都是有这种共鸣之处的，相当于是一种科幻的演绎。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青春呢也能够为科幻去升温，因为传统的硬科幻叙事可能居多，它往往是聚焦于技术，包括一些很宏大的理念。
那青春叙事的加入，我也是希望能够让这些理念有一些比较真实的温度和心跳。所以可能在《云梦》里面，我在构思什么梦境穿梭啊、意识空间啊这样的题材这些设计的时候，它最终服务的还是角色之间的情感羁绊。包括它里面有很东方的一点，就是那些入梦者他们最后要怎么出梦，不是什么被逻辑、技术、暴力征服的，它是自己心结的打开和放下、和解。其实这个也算是很东方的一种叙事的逻辑和语法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想探讨的，就是借助科技和科幻来表达情感和人文方面的内核。那最后说说这种结合带来的什么新方向？就是我觉得它是创造出一种或许更加亲切、更加具有人文温度的科幻题材、科幻类型。它也让科幻从遥远的他们的故事变成了我们的故事。首先，它一定程度上可能降低了科幻的门槛。我觉得读者是不需要先成为科幻迷的，就包括今天在座的大家，科幻迷好像也应该是没有占到一半以上，大部分同学不是大部分朋友还是为了写作对于写作的爱好来听的。所以我觉得他不需要你首先是科幻迷，他也能够被角色的这种成长和情感去吸引。这个可能就是然后再自然而然的进入科幻世界，它也许能帮科幻争取到一定的市场和读者。其次呢，它拓宽了科幻的议题，就是它让科幻可以不仅是讨论文明的存亡或者星际之间的战争这么大的主题，它也可以细腻的去探讨我是谁，我将去往何处这些青春的永恒的议题。那最后呢，就是它连接了时代的精神。其实我在写小说的时候、写作的时候经常会有就是业内的或者说写作方面的出版方面的长辈啊、师长会提醒我说，哎呀，那个你现在00后作家非常少，你可以写你们的这个思想啊，反映这个00后的主题的，反映00后的故事。然后我当时在想，说这个00后思想，我说这个怎么为了00后的精神去写一个书？这我们之思想，我就在想，我说这个呢，其实我说我第一呢，我不太会为了一个精神去写一个书，这个有点太抽象了，我不搞抽象。其次呢，其实我们自己身为00后在写的时候，我们笔下的这些故事，他的角色绝对就是已经就是00后的角色所讲了，他肯定和90后、80后都有不同的时代的印记在身上。所以这个也是我希望能够通过青春叙事所体现出来的，就是一种 Z 时代的烙印，无论是对于内卷啊、躺平啊的看法，包括对于什么二孩家庭之间这种微妙的和哥哥妹妹、姐姐弟弟之间的互怼，这种一起成长的这种经历，都希望是当代青年的真实的成长的体验。它可能只是在科幻的框架下再一次被审视、被放大，被这种风暴拉扯所置于一种更加的具有戏剧手法的这种舞台上，让我们再一次的去探讨、去回答这些问题。所以总结来说呢，就是青春叙事是船，然后载着读者最真切的情感，但它科幻题材是海，就是提供了无限的广阔的思想和一种我们所要达到的开阔的境界的。那我也是希望说，在各位前辈老师的期许下，我的作品可以将这两者娴熟的结合，驶向一片既有精神浪漫又有成长回响的新的海域。这个可能也是吴岩老师所期望的一种新方向的深层含义，就是科幻不仅关乎未来，也关乎我们正在塑造未来的每一个年轻的现在。那我现在的目标就是做一名跨文化创作和文化融合的这么一个实践者，希望能够把古典、青春，包括 Z 时代00后要讨论的这些东西，包括古代的历史神话，这些都能够编织成为属于我们新一代的未来图景。我看是最后一张。好，我看了。OK， 那我的分享呢到这里就结束了。这座桥梁呢，今天我们家的这座桥梁是否坚固，这个故事的构造能否抵达人心？我满怀期待，但是也充满忐忑，就希望能够听到各位的声音。所以接下来就是看主办方老师的安排，接下来的时间看是不是留一点给大家能够和在座各位简单的交流一下。我们非常感谢我们黄老师今天的分享。那今天的机会也会非常难得
80后看法，那00后也会有00后的看法。今天机会非常难得，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就交给我们的老师跟我们现场读者朋友，可以举手试试一下。